嗨，我是老板。我们收到很多结婚后的辣椒粉反应啊，结婚前真的都有讲好要一起扛、一起面对，可是结婚后才发现，男生好像婚前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最后都是女生在焦虑，什么意思啊？我们来听听看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案例1啊，女粉丝说，老板，我老公最近跟我提分开，他想要有自己的空间，他提出每个月给我4万，要缴房贷，还有小孩的补习费，然后我6日还要自己带小孩，因为老公说他6日想休息，不想再顾小孩了。他说，我真的觉得不是我们女生玻璃心，是为什么他觉得可以这样就丢包给我们？这个如果我遇到，我也会很傻眼。而且他请保姆这个的问题是他给4万，那会不会很多人觉得有4万还不错？我觉得不够，我觉得有点少。我觉得重点是那个房贷多少，因为那个房贷会不会是2万？那如果4万扣2万，剩2万你要缴小孩的补习费跟所有小孩的开销，然后6日还要一个人带小孩，完全没有帮手，我是觉得听起来很不妙啦。你想要一个人的空间，你干嘛要结婚呢？可是他结完婚才想要的怎么办？现在好像很多人是遇到这样子，然后很多人都结完后才突然想要自己的空间，是不是？对啊，小孩都睡在，太可怕了吧。婚前想要小孩跟老婆，婚后想要自己的空间，这个其实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发生啊。只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是女粉丝嘛，我也有另外一个朋友的真实案例也是这样，老公突然有一天说我要做自己，我要有自己的人生，然后也是小孩丢包给他，就说我要离婚，然后给他4万5，我老婆就觉得打击很大，因为就突然没了老公，然后被离婚。虽然你有给我4万5，可是这不是钱就能解决一切，你懂我意思吗？小孩什么？对，她从此就变成一个单亲妈妈，然后用4万5跟自己的薪水去处理孩子，可是她还要工作，所以她 handle 不来，最后还是搬回娘家，回到中南部，她没有办法在台北生活了，因为她没有后援。可是男人就婚后才跟你说，我想做自己，我现在不想要有老婆小孩了，你能怎样啊？你能逼他什么？烂怎么办？他也就是只能给你钱，不然呢？然后他后来就安慰自己说，还好是有给我钱，因为听过有更多案例是连钱都不给就离婚，然后闪人的，然后赡养费也不给，小孩的钱也不给，还有4万5已经很好了，我是不是该这样想？都不好，都不好，都不好。可是你婚前预防不了。我们这一集就是要讨论男生婚前不懂的事。如果他婚前真的没想那么多，婚后给我突然清醒，你喜不安装嘞？我妈她说她有个朋友的老公原先就没有回家，然后2年后突然又回家了，买个酱油就没有回家的故事，然后2年后又想通了又回来了，钱花光了。遇到这种要怎么办啦？来去一阵风，所以回来的时候他搞不好也不想要，对啊，因为你都消失2年，然后你现在说回来又回来，小孩都多大了？小孩都不认识你了，然后你又要回来，捡现成，他好不容易弄好的一切又要再打乱一次，所以结婚前可不可以都先想好，不要这样。这个防不了了，这防不了，这真的防不了，因为大家都说什么婚前要怎么挑就可以降低几率，可是有时候人的突然转变，你真的也防不了。他受到什么刺激，然后改变的。我真的有朋友这样，真的假的？他们就是结婚20几年吧，已经都50、60岁了，老公突然说想出家，他就去当和尚了，然后就留下妻小们就觉得我爸现在是和尚，就不问世事了。然后他们要去看他，还要去那佛堂找他。好笑！你要叫他法号，不能叫他爸爸，也不能叫他老公。他已经出家了。他老婆超级傻眼，我跟你在一起20几年，小孩养到那么大，然后你说出家就出家了，好扯，好可怕哦。对啊，这真实的哦。可是你又能怎么样？他就活到一个岁数，他觉得这是他要的人生，你也不能阻止他。这个也真的很傻眼。我们越讲越离谱，可却都是真实案例。回到我们第一个案例，就是感觉上她老公好像觉得花钱就能解决问题，我就给你4万嘛，其他自己想办法处理嘛，我就尽到我的责任了啊。老公这段话的逻辑就是我想要自由，你就全职带小孩，我给你钱，蛮讨人厌的。就是责任，他就一个人擅自做了这个决定，他没有要跟你讨论。你觉得你没有错是不是？我的错，我用钱来承担了。你觉得你给钱就没错了是不是？给钱而已。他可能觉得这是他唯一能弥补的方式了啊，不然能怎样呢？钱我给你，但你的生活我要退出啊。好恐怖！所以我们之前有说嘛，结婚其实很像合伙，这个就是打算退出的合伙人，但他还有丢下一笔钱，散伙费，丢点钱出来就打算丢你一个人收尾的合伙人。公司自己经营啦，是赢是亏你自己决定啦，我就先走了，拜拜。案例2，女生的生育焦虑，男生真的不会懂。他说，原来很多男生婚后才发现，原来女生对生小孩这件事情是真的会焦虑到睡不着。焦虑什么？担心自己是不是当不了好妈妈，担心照顾不了孩子怎么办，担心怀孕身材走样恢复不了怎么办，担心去坐月子请育婴假工作就被别人取代怎么办，担心公婆来插手育儿没有主控权要怎么办？你觉得只是在生小孩，可是对很多女生来说，可能是一个全身上下全方位身心灵的一个大挑战。我是真的有那种30岁左右想要生小孩的朋友，然后聊这些焦虑的时候，他会聊到整个哭。对，就是整个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自己要面对，老公是没有办法分摊的。他觉得这个是女生自己的母职焦虑，而且这个跟男生聊，男生也听不懂，因为是你的身体在承受，然后影响的也是你的职涯，然后还有就是你对妈妈那个角色的期待。然后这个女生就因为很难确定她能不能承受，所以她就一直没有办法决定要不要生小孩。可是她很想生，但她不敢面对，不确定自己扛不扛得住。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有没有反问过你老公，他有没有这些焦虑？他们就说，老公通常都会说，哎呀，不用想那么多啦，干嘛自己那么焦虑啊？你越想越焦虑，越难过而已啊。好像每个男生都
都会这么回。好像都会觉得你就不要这样啊什么的。然后他说，甚至还有些老公会说，哎呦，月子中心怎么那么贵啊？到底要花多少钱啊？还是叫我妈来帮你坐月子啊？不然会不会花太大一笔钱了啊？然后你怕影响工作要请育婴假的话，那就不要请啊，送回我家叫我爸妈带就好了啊之类的。然后他越听这些就越焦虑，因为他就已经很害怕小孩给公婆带会没有小孩的主导权了。然后你还要叫我把小孩送回你家。他说，身为一个妈妈，他真的没有办法放心把小孩就直接放在公婆家。他说，为什么男生可以做到这样？可能不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吧？是不是妈妈对于小孩的那个牵绊真的比较深？然后爸爸是不是好像真的觉得还好，能养大他就好？我之前听过很多人说，爸爸是在看到小孩出来的那一刻才感觉到自己是爸爸的。可是妈妈是从一怀孕，你的生理荷尔蒙一变化，你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妈妈了，因为你的全身上下都在变化，你跟他有更紧密的连接，所以你的心灵上面的担忧也会更多。然后这个东西，很多人就会说是对女人的一种惩罚吗？万一你老公又不会提供你情绪价值，甚至不会理解你的人，还说你干嘛变成这样？到底烦恼那些我也不会干嘛？你是变得很烦欸，你不要那么情绪化好不好？你会疯掉欸。哇，恐婚。我还有个朋友说，她听过最生气的一句话是，她跟她老公说，她很怕生完小孩身材会走样，哪边胖，然后就回不去。她老公竟然跟她说，那么怕身材走样，就自己少吃一点啊！哇，她就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这好像不是少吃一点就能解决的。她觉得她完全不理解，她就很难受。今天也不是要检讨男生啊，只是不是男生真的不是很能理解，然后有时候还会不小心讲一些风凉话。我不能说全部男生都是这样，也有很多男生是把爸爸这个职位做得很好，然后真的很体贴老婆的，也有这种男生。可是是不是很多男生是觉得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大部分只烦恼经济方面的事情，好像会觉得你烦恼的事情我爸妈都能帮忙啊，那是你自己又不给我爸妈帮，好像有一点这样觉得。然后身材焦虑什么，那你就少吃多运动啊，这有很难吗？这样讲得好轻松哦。对，可是其实产后的恢复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然后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身材跟评论真的是很不友善，真的，好像你被看出是个妈妈，好像就怎么样？奇怪，我就是妈妈，为什么我要被看不出是妈妈？然后生完还要多快回到少女的体态什么的，就在鼓吹这些观念，然后就给女生更多的焦虑。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慢慢来，不用急，1个月后、2个月后好像看不出生小孩，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价值观。你就算永远都没有恢复，你都没有错啊，也不会怎么样。对，这就是人生一个过程。那我可能就永远这样了，又怎么样呢？不行吗？就是大家不要这么苛刻自己。那如果你想要恢复，也是你想要的，不是社会逼你的。我们自己要先有这个心态跟底气啦。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老公只要讲出一句风凉话，心态就崩了，因为他是你身边你最在乎、最亲密的人，他比社会还要更近嘛。这就是第3点啊。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女生开始不婚不生？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说，为什么现在生育率那么低呢？因为太多女生已经看清楚这一切了，不是每一段婚姻都能给你安全感，不是每一个对象都能跟你互相扶持，很可能你要扛下一切的焦虑，还要扛下孩子的照顾跟教养责任，分摊经济跟扛下所有的情绪，甚至还要扛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老公，真惨。就是万一这一切统统吃全餐，你真的会很痛苦。然后还有人说啊，生小孩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啦，真的不是靠相爱就可以度过的，烧钱、烧体力、烧自己。然后台湾托育的资源根本就不足，妈妈经常被期待辞掉工作，全心投入带小孩，才被认为是一个好妈妈。然后到头来还要被嫌弃，你没有经济能力，都是靠老公在养你。如果努力工作，想办法顾家也顾事业，这个难度根本就是地狱等级。与其这样被夹杀，那不如我就不要选择婚姻跟生小孩了。对，就是会变成是说，我就不选了，因为我干嘛要被这样夹杀？然后又没有人会体谅我，然后社会还要检讨你。如果家庭主妇就是没产值靠老公养，但如果你选择兼顾工作，有时候加个班或没有办法顾小孩，又说不是个好妈妈，两难啊。那我不如不要面对这种状况。以前的女生都被洗脑要结婚生子才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啊，现在终于可以选择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思想的进步啦。可是确实就开始很多人选择不婚不生，那我觉得这也没有错。你看清了某些事情，然后你选择不要，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啊，男生你也可以不婚不生，选择不要负担家庭。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开始选择不婚不生都没有什么不对啦，反正主控权、选择权，要怎么过人生都是你自己的自由嘛。我也是一直觉得我就是不婚不生，然后我上次跟一对真的很想结婚的情侣聊，他们觉得我是口是心非他们觉得没有，你一定很想结婚，你其实很想生吧。他们觉得你在装模作样。对，装模作样要做什么得到什么？他们不相信，怎么可能会有人真的想要这种未来交往到后面你就是要结婚？你不可能没有想要一个结局的意思吗？结婚不一定是一段恋情的终点。对，有人不能理解，那也没关系，那就尊重他的想法，可是希望他也要尊重你的想法。最后呢，我想要分享一个网友，他讲的超级好，他说一朵花是不需要花店的，是花店需要花，所以女生不一定需要婚姻，是婚姻需要女生，有道理吗？他比喻的好好呢，因为没有女生就根本没办法生，所以是婚姻需要女生，不是女生一定需要婚姻哦。这样听完好像更轻
清醒一点。这一句可以被很多人听到。对，所以你要不要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不要被社会洗脑说你需要，你一定要，你不能没有。好啦，这集不是要鼓励大家不婚不生啦，而是要告诉你，其实你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自己评估之后再做选择哦。请观众回答一下本集问题啦，你觉得本集说的女生婚后要面对的这种困境是不是太夸张了啊？还是很真实呢？第二题，你觉得老公是不是真的会有刚刚我们讲的那种没有办法理解女生的焦虑的状况，一无所知，或甚至根本无法体谅，还要说风凉话呢？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啊？本集可以推荐哪些影片呢？女生为什么不想结婚？没结婚到底会怎样？到底为什么要结婚？结婚到底有什么好？这一系列的影片都可以看一下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